谁是黎明的带来者？他们的角色是什么？黎明的带来者们携带着太阳的光芒，带来光和知识。他们有一个古老的组织，一个古老的社会，一个古老的灵性连接，使他们在某个星系内共同协作。你就是黎明带来者的一员，否则不会被这里的知识所吸引。这些精英组织的成员于不同的时代来到地球。当一个周期结束，万事俱备的时候，能量从高维度的宇宙来到这里，把地球能量与他们自身相融合，而这就是黎明的带来者做的事情。来自宇宙的能量一直照耀着地球，来自地球的能量也一直散入宇宙。人类在地球与天空之间创造了神圣的桥梁，有些人称之为彩虹之桥。黎明的带来者允许这些天地能量进行融合，以便黎明，也就是圣光，从内在觉醒，然后他们将黎明带给整个文明社会。这就是你们，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，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。你们就是黎明的带来者。作为黎明的带来者，某个心态将有利于你履行自己的承诺，也就是使命。这个心态就是允许接纳一切，摆脱自我放纵，以及不要妥协。对于黎明的带来者来说，每个链接都补足了整体，不管它是如何建立的，不管它的力量强弱，也不管它的角色大小，强大或者孱弱无需比较，它们仅仅是意识在十象之舞当中选择关注的观点。我们教导你关于自己的信息，协助你开启内在而非外在。作为黎明的带来者，你们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期，这时你们想的是，是否真的存在一丝的曙光？然后刹那间光芒闪耀，它来自哪里？它如何改变你们的思想？如何前一刻还是黑暗，顷刻间就有了光明？作为黎明的带来者，光来自你们的意愿，你们曾经为此接受训练，而这是你们的专长。你们黎明的带来者，也就是光之家族，同意经由意愿和意识的协议经历转变，进化自我，成为更高频率的存有。首先通过锚定频率在体内，并活出这种频率，你们把光带回地球，带来新人类的进化，也促进宇宙的觉知和智慧进化的跃升。光之家族来自于一个运作中心，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资源中心，相当于广播站的地方。在你们银河系中有一些中央太阳，这个宇宙也有一个中央太阳。玛雅人称这颗中央太阳为卯宿六，其他人也叫它别的名称。这个太阳拥有光，光是信息。简单的来说，光之家族的成员来自这个宇宙中的一个中央信息储存库。你们周期性的，或者说盘旋着离开中央太阳，携带着信息到宇宙中的各个系统，你们进行构想、计划和履行。在这一点上，你们独一无二。你们都知道，你们在人群当中与众不同。你们热爱煽动民心，你们热爱打破系统。有人会说禁止打扰，这句话适用于别人，而不适用于你。你们进入那些封闭的体系，为了打开它，你们将自己分裂成多维度的身份，然后进入这些系统，改变它们。有时你投生在这些系统数百上千年之久，以便为打破系统的时刻做好准备。你们有一长串的履历来支持着你。举例来说，你多次转世到地球，以便有一天地球将要打开，旧范式将被转变时，你可以说，我已经来过这里247次了，在这么多次当中，
有一次我成功的扬升了身体，我做了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如果我参加这个游戏来打破系统，我肯定可以恢复记忆，挑战既有的法则，完成任务。有时也会失败，计划不得不因为某些原因而放弃，那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体验。然而，当所有的一切按计划进行的时候，当你们成功打破了系统，创造了光的新范式的时候，对你们来说就像体验了一个宇宙的高潮。黎明带来者或者光之家族的成员们都进行团队合作，你们不是一个人进入系统的，你们彼此需要，以便完成工作，因为你不可能单独的保持频率。通过团队合作，你们增加了计划成功的机会。你们就像是从中央太阳悬出的智慧光线，由中央太阳内部的伟大智慧所引导着。光是一个意识的王国，它于存在当中有其目的。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是你目前能够理解的，当你们能够理解的更多，我们就会给予的更多。我们不想让你们认为光比其他的事物更加高贵，你们灵魂中本质的某些事物与这个光之源头连接着，驱使你们朝向光之行业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工作比其他的工作更好，其他人有不同的源头，带着不同的意愿盘旋来到这里，他们让这个游戏成为了可能。你们正在学习这个。我们提醒你，源头造物主创造了一切，并把自己赠予了万物，就像你们探寻自我觉醒，源头造物主也在掌握这个过程。他在万物当中觉知自己，并将觉知赠予他所在的万物当中，以便造物主在万物之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。觉知就像一面镜子，来往于源头造物主和所有的造物之间，甚至地面上最小的爬行虫蚁也拥有源头的意识。正如源头造物主在光明之中那般，它也存在于所谓的邪恶之中。要知道，邪恶也有一个神圣的目的。有许多意识王国存在着，意识王国是抽象的词，为了让你领会概念，在意识王国有能量的相似性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意识王国。光之家族来自于一个特殊的意识王国。当你们的意识学习创造法则、操控法则以及实相的管理，对你们来说，显化成任何形体都十分的容易。有一些已经激活了萨满和土著文化记忆的人，你知道土著文化教导当中有如何进入各种实相并改变形态的内容。在某些文化里，萨满因此而备受尊敬，他们携带了遗传密码。不过与整个人口相比，他们的数量稀少，他们持有魔法和奥秘，护持着整个过程。他们能够把意识移动到动物的形态之中，以及其他各种形态和伪装之中。这是不同寻常的深奥科学。的确如此。因为这一点，科学得以存在于地球，当然它也存在于地球之外。地球现在像是一个演出现场，一个热点地区，它被编码来开始自己的进化，并非只是像美国那样改变生活方式的进化。地球的进化是纬度的转换，改变地球周围所有的空间。许多对生命形式好奇的外星人知道如何重组分子结构，他们伪装成人类来到地球。在剧烈转变之时，当多维度有可能发生整合与碰撞的时候，来到这里，就像你们现在正在地球这里一样。现在有各种能量来到这个大秀场。这场大秀在许多维度上发生着，不仅仅在3D 层面，一个连锁反应将穿透所有的维度，所有的意识。一些存有伪装成人类来到地球，或者说他们拿到一张门票转世地球来参与这个转变。你们会感觉到一些人不像地球的本土人，
它也不像系统的打破者，他们是来观察、参与并进行理解的，以便将信息带回自己的进化系统当中。有一些智慧生物能够显化为人，并表演得很完美，有时候他们的记忆是完整的，不过也有时候他们拥有着遗忘面纱。对于这些存有来说，由于存在频率控制，所以在地球上保持全意识记忆并不容易。在未来数年当中，你们会越来越觉察到，你们是化身为人的光之家族的成员。人类物种的进化和人类 DNA 重组计划的一部分，就是让每个人开启他们体内的记忆，回忆起他们是谁。在不同实相的次元当中，当然有着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法则。作为人类，你被锁在3次元的实相当中，你能体验什么，不能体验什么，是有其限制的。3次元是设计来一次专注于一个实相的，它如此被设计，是根据频率、神经脉冲和调节身体内神经脉冲的频率速率决定的。你们在电磁特性上和生物遗传性上被协调和设计。光之家族的成员比人类进化得多，从特性上来说，你们是多维度领域里无上的成就者。作为光之家族的一员，在多次元领域里，一个人对应了一个位置。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，你们转世到地球，训练自己以完成工作。你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十分简单，你们携带频率进入有限光频率的系统，因为光就是信息，这不是冰冷的计算机数据信息，它是一种用意识发送的电磁的以生物形式传播的信息，这正是你们擅长的。如果你们有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全记忆状态下的自己，它可能会是这样写的：革命者，光之家族的成员，系统破坏者，能够在自由意志的宇宙当中转变意识系统，随时候命。你是为此而生的，这就是你的职业，这是你们身份当中共有的一面。在这个时代，你们有数百万人来到地球，你们在这里主要是回忆起你们是谁，并且在系统内部进行多次元的运作，并教导人类，那些被频率控制了很长时间的本土人类，一个新系统的存在。你们伪装成人类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个，你就会从人类剧情和频率的控制当中解脱出来。30万年前，在频率控制建立之前，本土物种还是比较聪明的，他们的信息接收系统非常先进，能够直接收到星际存有的信息。对于接收到的知识，他们也有很多传播的方法。目前在地球上传播知识是基于技术，这是一些外部的事物，这是作为控制手段所售卖的另一系列货物。在很久之前，地球上的人用内在的机制进行沟通，而不是存在于你们身体之外的外部技术。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人类的历史会超过几千年，你们将会学习、回忆起并教导这个星球，它的历史长达几百万年之久。首先，你们会揭露和整合地球在过去30万年中的历史，以便你们可以拓展对人类困境全景的认知。请记得，历史都在你们的内在，而不是外在。在你们当前的技术当中，光编码丝对外在的创造，以光纤的形式象征着智能的传送。人类必须去学习，他们在外部所创造的都位于其内在。这个领悟是掌握光的一部分。当你们内在的图书馆处于混乱的状态时，只有少量的数据被留下，以便人类保持在可以被控制、操控、可以被管理的状态，并被刺激产生一个特定的频率，那就是恐惧。
在每一个你能想象的版本当中，恐惧作为一种控制能量，在地球上已经流传了30万年。当人类与恐惧产生的电磁共振并传播恐惧频率时，就会产生一个意识发射。这个恐惧会去哪里？你们的思想会去哪里？你们的情绪会去哪里？我们已经说过这个，它们全都是意识形态的事物。作为系统的破坏者，你们来清除这个食物来源，或者说改变这个来自恐惧和混乱的食物来源。那些以此为食的存有，要么改变饮食，要么离开这里。你们到这里带来信息、光，还有对潜在改变的理解，以及与光进行协作且共振的能量食物来源。这是你们要做的，也是你们的责任。我们理解你们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要如何去做，如何在生活中达到完美无缺。我们邀请你们去做的主要事情之一，就是从当下做起，不要把未来的体验构筑在过去之上。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什么，你们所有人都喜欢把过去扯进来作为借口，这方面你们远近闻名。但是你必须好像是新转世那般，如婴儿一样纯洁，准备好步入你们的日常生活。早上醒来进入每一天的时候，去清晰地声明你当天想要体验的。如果你们还没有这么做，或者说没有培养这种习惯，那么最好现在就去行动。这是个实相的设计方式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对人类隐藏的最大秘密就是思想创造体验，思想创造现实。所有的实相都是思想创造的，都是一个主观体验。但你被实行了电磁控制，只能在特定频谱的实相当中创造体验。你们光之家族的成员能很好的带来新频率，新频率自太空当中照耀着你，启动你体内的新图谱，而你到这里保持这个新的频率。当你们明白这就是你们的目的，你们就会有意识地设计自己的目的，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去体验它，不论它在什么地方。这就是绝对的真理。你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剧本，如果没有事情发生，你们会觉得无聊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加入了这个计划，加入了这场侵夺。实际上，地球在被侵夺之前，这个实相或者说这个世界是由光之家族设置的。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，你们是最初的计划者。这里有丰厚的意识资金，可以自由地依附和使用。当那些你们所谓的黑暗实体接管了地球之后，他们很好地阻止了光的进入。光只是此时你们的范式之中可以触及的最大限度，但是也有其他的团队和意识王国，对他们来说，光不是他们的范式。目前我们只与光明和黑暗工作。长久以来，黑暗团体阻止光进入的工作完成得相当不错。然而时间到了，你们是光的叛逆者，你们决定回来上演另一场意识侵夺。你们数百万人处于这个时代，因为你知道伴随着源头造物主的能量，有极大的可能性会收获丰厚的意识。当你们把光拉进体内并拉入地球，许多喜欢 3D 剧本的人可能被影响，他们会被光贯穿并且做出回应。因为你带来的光越多，传播速度也就越迅速。随着你们回忆起你们才是本土的物种，并与最初计划者亲密的合作，从侵夺者的手中收回你们的世界，地球上的光会不断的增长。